他被称为世界上最了解金正日的男人，给金家当了13年厨师，从金正恩8岁起就看着他长大。在全世界还不知道将军是谁的时候，他就曾预言过金正恩将接班。只要在公共场合，他都会坚持用太阳镜和头巾裹住面部，谁也不知道他真正的名字叫什么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神秘的男人藤本健二。藤本健二出生于1947年，在他16岁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将他送到了东京银座，给寿司大厨芝山千次郎做学徒，而这一做就是20年。他也从稚嫩的学徒成长为寿司大厨，在这期间呢，他还与一位女孩结婚，并且生下了2个女儿。20世纪80年代，朝鲜方面需要找一个会日本料理的厨师，于是呢，通过日朝贸易协会找到了藤本健二。藤本健二本来不想去，但是朝鲜方面给的实在是太多了，直接开出了50万日元的月薪。冲着这个钱，藤本健二下定了决心要去朝鲜。也是这样的一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人生。1982年，藤本健二来到了朝鲜，开了一个寿司店，除了有日本料理，还有卡拉 OK。这个店主要服务于当地的上层人士。干了几个月之后，藤本接到了一个神秘的订单。为什么说神秘？因为他是被要求蒙着眼睛带去见这样的一个客户。他其实是被带到了云山招待所。到了地方后，藤本见到了他的服务对象，一个戴着眼镜、头发有点卷的男人。男人对藤本说要吃寿司，藤本做寿司的水平确实非常高，刚吃了几个，这个男人便对其手艺赞叹不已。他还拿着手中的寿司对藤本健二说：“麻烦请帮我再做一个。”吃高兴了，这个男人还随手甩出了一个红包给他，里面装着5万日元。藤本的好奇心直接拉满，这个男人到底是谁？出手大方不说，对料理的品味也非常高。第二天，藤本通过报纸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昨天的那个男人正是金正日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时刻渴望再次得到领导人的召唤，现实也没有让他失望。每隔一段时间，金正日就会去光顾藤本的店，藤本也由此进入了金正日的视野。但很快，他与餐厅的另外一个负责人产生了矛盾，藤本决定离开了。临走时，金正日还送了松蘑给他。回到日本的他只能继续在餐馆来打工，高薪没有了，尊重也没有了，他每天的劳动强度大不说，给的钱还不高，巨大的失落感让他开始怀念在朝鲜的日子。于是藤本千方百计找到关系，想再次回到朝鲜来工作。或许是彼此思念的人会心有灵犀，恰好这个时候呢，金正日也在找他。就这样，藤本再次回到了朝鲜，并且开始在高丽宾馆的地下餐厅开始工作，成了名副其实的御厨。当上御厨后，藤本的确是兴奋了一段时间，以为终于可以得到金正恩的宠幸，但现实呢给他泼了一盆凉水。皇家御厨房内聚集着来自全球各地的厨师，想吃披萨有意大利的厨师给做，想吃葡餐有来自葡萄牙的厨师给做。但是没关系，藤本的情商高，能够提供无限的情绪价值。他为最高领导人去寻找最好的食材，跑遍了山山水水。每逢寿宴呢，他还要跑到世界各地去收集食材。当然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日本宴会上最重要的一道菜，那么就是北海道金枪鱼。按照当时的市价，一条好的金枪鱼往往需要好几万美元。工作之余，金正日玩的时候都会把藤本带着，慢慢的藤本从一个厨师逐渐变成了自己的玩伴。那他摸透了金正日的心理，每次都能够让他尽兴而归。随后呢，藤本慢慢的在众多随从中脱颖而出。在朝鲜纸醉金迷的日子里，藤本彻底把初心变了。他不仅把远在日本的妻子儿女忘得一干二净，还看上了一个年轻的朝鲜的歌手。这个年轻的歌手仅仅只有22岁，名叫严正宇，与藤本相差20岁。藤本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金正日，领导人竟然亲自做媒，促成了2人的婚事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为藤本支付了和日本妻子离婚的费用。此后，藤本成了皇宫内最受宠的红人，每天好吃好喝。那么金正日还时不时呢会赏赐他很多的东西，光是奔驰轿车就送了他2辆，其他高档的礼品呢更是源源不断。而他每天的工作内容其实非常简单，就是陪领导人来吃喝玩乐，给领导人寻找美食。藤本还很受金家和高英吉的喜爱，甚至目睹了金正恩的成长。半岁期左右，藤本见证了朝鲜皇家不为人知的内幕，但悲剧也在这个时候呢埋下了伏笔。苏联解体后，朝鲜的经济一落千丈，金正日刚刚继位就发生了被称为苦难行军的大饥荒事件。大饥荒整整持续了4年，
在这期间，社会动荡不安，陪伴在领袖身边的藤本明显感觉到金正日处在一种巨大的压力之中。他还亲眼目睹了2次刺杀事件，感觉自己每时每刻都处在一种危险的境地之中。藤本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惧。1997年，金正日以国内潜伏了大量的间谍为由，发起了大清洗运动，史上称为生化组事件。这一为期4年的运动导致好几万人受害，领袖的残酷让藤本大为震撼。他终于明白什么叫做伴君如伴虎。藤本心中的萌生退意，开始为自己来寻找退路。1996年6月，藤本健二照例前往日本采购物品，同行的人因为伪造护照被滞留在了冲绳，由日本警方监视1年。等到藤本健二回到了平壤，金正恩再次派他去北京采购罐头，没想到藤本健二却在北京给日本警视厅厅长打了一通电话。事后，藤本健二辩解道，他之所以会给日本警视厅厅长打电话是报平安，根本没有其他任何的意思。对于朝鲜方面而言，藤本健二的举动是不可被饶恕的。从那个时候起呢，藤本健二在朝鲜遭遇到了18个月的软禁，直到2000年4月，他再次见到了金正日，但二人的关系明显已经变得非常疏远。藤本健二十分害怕，于是他决定离开朝鲜。2001年8月19号，藤本健二接到命令前往北海道采购海毯。他抓住了机会，简单收拾了一下，就立刻启程。到达东京之后，他彻底和朝鲜方面断绝了联系。此后11年来，藤本健二辗转居住于日本各地。灯火阑珊之际，他也许会想着自己留在朝鲜的女儿和妻子到底能不能吃饱。只可惜为了自己，他从来没有和平壤的家人联系过。脱北的10几年里，藤本健二没有去高级寿司店打工，而是出现在日本的电视节目上，成为了朝鲜问题的专家。他还出了几本揭露关于朝鲜内幕的书籍。但是在2012年夏，藤本健二居然收到了金正恩的邀请，请他重返朝鲜。藤本见到金正恩之后，立马爬上去抱头痛哭。宴会上，两人把酒言欢。2017年前后，有韩国媒体称，藤本健二不知通过哪种渠道再次回到了朝鲜，在平壤又开了一家寿司店。但是19年前后，他就没怎么露过面，也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朝鲜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关于藤本健二的故事，我们下期见。